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科普访谈。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与我们的一日三餐息息相关，却又常常被我们忽视，那就是我们的胃。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曾经历过饭后腹胀、隐隐作痛，或者把反酸、烧心当作小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据统计，胃病在我国极为常见，而其中潜藏的风险可能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外科的张威医生。张医生长期专注于胃部疾病的诊疗，尤其在胃癌外科治疗和综合管理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张医生，欢迎您的到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聊聊关于胃的健康知识。张医生一提到胃病大家总觉得这是小毛病，我忍一忍，可能吃点药就过去了。这种观念到底对不对？主持人，首先我们要明确，胃病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包含了从急慢性胃炎、胃溃疡到胃息肉、胃的良恶性肿瘤等多种疾病。它们的症状确实有相似之处，比如最常见的有上腹部不适，或者疼痛、胃胀、嗳气、反酸，甚至恶心、呕吐等等。但关键在于不同病因、不同阶段的胃病，它的严重性和治疗方式是天差地别的。比如同样都是胃疼，可能是短暂的功能性消化不良，也可能是胃溃疡的信号，甚至有可能是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长期忍耐或者自行乱用药物。那胃疼呢，是我们身体发出的警报，具体是哪些元凶在伤害我们的胃呀？那导致胃病的因素确实也很复杂我把它们总结为潜伏在我们身边的4大刺客。第一位是头号刺客，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也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导致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乃至胃癌最重要的且可控的危险因素。很多人感染后呢，没有任何症状，但它会持续不断的破坏胃的黏膜，引发慢性炎症，久而久之就可能走上胃炎到胃癌的漫长道路。第二位是隐形刺客，也就是药物的不当使用。很多我们熟悉的使用药物，使用不当的时候就会直接损伤胃的黏膜。最典型的就是非甾体抗炎药，比如说常用的止痛药物，退烧的阿司匹林、布洛芬等等。此外，一些激素、化疗药物也有伤害胃的风险。因此，如果需要长期服用这类药物，一定要咨询医生，评估风险，并且采取保护措施。第三位是生活方式刺客，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这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挑战，比如3餐不规律、暴饮暴食，让胃时而过劳，时而空转，偏爱过烫、过辣、高盐、腌制和油炸食物。高盐和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可以在体内转化为亚硝胺，是明确的致癌物。长期吸烟、酗酒、烟草中的尼古丁和酒精都会直接攻击胃的黏膜屏障，削弱其保护能力。第四位是情绪刺客，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负面情绪，这一点常常被忽视。我们的胃肠被称为第二大脑，拥有丰富的神经细胞。当人长期处于焦虑、紧张和抑郁的状态时，大脑会把这些压力信号传递给胃肠，导致胃酸分泌异常、胃动力紊乱，从而出现胃痛、腹胀等症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做胃镜查不出大问题，但是就是感觉不舒服，其根源往往在于情绪。认识这4大刺客，就是我们保护胃健康精准拆弹的。张医生，我们都知道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很多人呢压力很大。长期的这种情绪问题，除了会引起功能性的紊乱，是否也会对胃的器质性病变产生影响？主持人，长期的情绪问题绝不仅仅是导致功能性不舒服，它确实会对胃的器质性病变产生实实在在的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长期的精神压力、焦虑、抑郁，它会通过神经分泌系统影响胃黏膜的血液供应和修复能力，可能加重已有的胃黏膜损伤，比如使溃疡更难愈合，
或影响炎症的修复过程。虽然不直接说去除胃癌但不良情绪确实是胃癌发生和发展的催化剂。那总结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胃幽门螺杆菌、不良饮食这些因素呢是直接攻击胃癌的毛而长期的情绪问题则是悄悄卸下我们胃黏膜盾牌的那个内应它让胃在遭受攻击的时候更加的脆弱在需要修复的时候也更加无力。我们也统计过，文献中也明确报道过长期有情绪问题的病人罹患胃癌的概率也是更加大的。因此管理好情绪，保持心态的平和，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守护我们胃健康、预防器质性疾病的重要一环。医生，您看，您刚刚提到了胃癌我相信这个是大家最关心也最恐惧的话题了。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胃病最终都会发展成胃癌呢？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呢，也问出了大家心中最大的担忧。也请您和观众朋友们一定先放宽心答案是并非如此。绝大多数的胃病并不会发展成为胃癌，我们也不必过度惊慌。